13个台湾人啊去这个澳洲旅游，结果这个海关一开箱，所有人都惊呆了啊！哎，你猜猜这个箱子里装的啥？可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一整套中国大陆的公安制服。那被抓这个现行后呢，这帮人啊竟然脸不红心不跳的说 ：“Sir， 我们是来玩 cosplay 的。”嘿，这一幕啊，把澳洲海关都给整不会了。那就在这个2026年初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场，那可是澳洲的大门脸呀。有一架飞机落地了，哗啦啦下来一帮人。这个旅客们呢，拿行李拿行李，排队的排队。但这13位大仙呢，引起了澳洲边境官员的注意。哎，你知道这个海关看人怎么看吗？他们可不是看你长得俊不俊啊，看的是反常。13个人吧，表面上看谁也不理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到了这个海关柜台，问他们啊，你们认识吗？一个个脑袋摇了个拨浪鼓似的呀。No， 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啊，我们就是自己来旅游的。可是啊，哎，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这澳洲海关一查电脑，好家伙，第一，这13个人啊，他坐的是同一趟航班来的。这第二呢，他们都要转机去同一个地儿，布里斯班。还有这第三啊，他们这个机票啊，出的时间、订票的代理啊，那是严丝合缝啊，甚至连这个座位号啊都挨得挺近的。那你就琢磨琢磨啊，要是咱们出门旅游，跟这个陌生人坐一趟飞机正常啊，但这13个陌生人同时买票，同时转机，还要去同一个城市，这概率啊，比中彩票都低吧？但是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啊！那紧接着啊，这海关啊就把这几位啊请到那个小黑屋旁边的检查区了，说来啊，把包打开，咱们聊聊。这一打开这个随身行李啊，澳洲海关的官员都乐了。这帮人啊，那是人手3机起步呀，每个人这个兜里面、包里面啊都揣着好几部手机，有的呀甚至带了4、5部。哎呦喂，你说说啊，这正常人出门旅游，带一个手机拍照，再带个备用机导个数据，顶天了吧？那谁出门旅游带个5部手机啊？怎么着？1部打给老婆，1部打给情人，1部打给知己，还有2部用来打这个王者荣耀？海关就问了啊，这个手机是怎么回事？那这帮人支支吾吾啊，我是这个数码爱好者，我喜欢对比评测。一个字，绝。除了这个手机还有现金啊，这每个人的包里面啊都揣着厚厚的一沓子澳元或者美元。这个海关一数呢，嘿，神了啊！澳洲规定啊，携带现金不能超过1万澳元，超过得申报。你这帮人带了多少呢？每个人啊正好都卡在那条线上，哎，哪怕是9900、9800，他就是不到1万。这叫什么呢？这叫蚂蚁搬家，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或者非法团伙入境的特征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帮澳洲官员的脸就已经拉下来了，心说你们把我们当傻子耍呢？检查还在继续啊，这帮弯弯就开始演戏了。哎，也不知道是心虚吓的，还是说真有毛病啊。这13个人呢，突然间集体出现了生理反应。这个举手 ，Sir， 我要上厕所。那个也举手 ，Sir， 我也憋不住了。还有一个捂着肚子 ，Sir， 我胃疼，我要吃药。这个时间点集中的啊，跟商量好的一样啊。这澳洲海关啊，那是吃干饭的吗？这一看就不对劲儿啊，这哪是尿急啊？这就是啊，想去测测销毁证据，或者说想串供的。这海关大喊一声：“都给我憋着！要去一个一个去，还得有人盯着。”甚至海关啊怀疑他们体内藏东西，直接上了拭子扫描。这一扫吧，还真扫出事儿来了。有好几个人那个行李箱上啊，他检测出了违禁粉末的阳性反应。这个时候吧，气氛就紧张了啊。海关呢以为抓一大帮罪犯，手铐都准备好了。虽然最后吧没有搜出尸体的违禁品，估计是沾染上的，或者说碰过那个东西，但是这足以证明啊，这帮人啊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是真正让这个事彻底变味的，彻底让这个海关官员下巴掉地上的，是在其中一个人的箱子里啊翻出来的东西。当那个官员啊拉开那个不起眼的黑色旅行包的拉链，
伸手一掏出一个硬邦邦、亮闪闪的东西时，全场都安静了啊！那是啥呀？不是枪，不是炮，那是一枚中国公安的警徽。紧接着呢，又掏出来一堆肩章、警号牌，甚至还有那种蓝色的警察制服衬衫。而且你注意了啊，这个不是弯弯警察制服呀，那是咱们中国大陆公安的制服。这澳洲官员呢，拿着这个警徽，一脸蒙圈的问这个台湾小伙子：“这是什么呢？你是警察？”这个小伙子脸不红心不跳，张嘴就来一句神回复。这句话吧，他足以载入2026年搞笑语录排行榜。他说 ：“No no no, sir, this is for cosplay。”这是用来角色扮演的。哎呦喂，我不行了啊！角色扮演 cosplay， 你在澳洲一群弯弯扮演中国大陆公安，你给谁看啊？你给袋鼠看啊，还是给考拉看啊？这澳洲人虽然不懂中文的奥妙，但是他们不傻呀。这几年这个电信诈骗在澳洲那是泛滥成灾了呀。这澳洲人被骗的是嗷嗷叫，他们早就对这种团伙入境的套路门清了啊。那个海关官员冷笑一声cosplay 是吧？行，我看你们像是扮演骗子的。那随着这个调查深入呢，这帮人的老点就被揭穿了。他们的手机拿过来找了个懂中文的翻译一看，好家伙呀，全露馅了。这13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互不相识的游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网络社群，群里面那是相当热闹有一个导演正在那儿给他们讲戏呢。这手机短信里写着清清楚楚落地后去找一个举着牌子的女的，她带你们去布里斯班的窝点。如果这个海关问起来就说自己是来旅游的，千万不要说认识。如果问这个现金呢，就是购物用的。甚至还有这个应答指导手册，教他们面对移民官盘问时这眼神怎么看，手怎么放，怎么装无辜。这哪是旅行团这分明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诈骗特工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一群台湾人穿着这个大陆公安的衣服搞诈骗呢？这个事吧，听着魔幻其实全是生意这几年咱们国家这个反诈力度多大呀？那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你装了吧？那缅北、柬埔寨那边的窝点被咱们端的差不多了，4大家族都灰飞烟灭了呀！这帮骗子呢，在这个东南亚混不下去了，甚至在迪拜都混不下去了。于是呢，他们就开始产业转移，向这个发达国家渗透，像这个澳洲啦、新西兰啦、欧洲啦，成了他们的新目标。那为什么要穿警服呢？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这帮台湾骗子呢，平时在这个岛内呢，可能喊着什么去中国化，还要搞什么认知作战。可是，一旦到了搞钱的时候他们最爱扮演的恰恰是中国大陆的公权力，因为他们骗的对象还是咱们中国人，或者是海外的留学生、新移民。那剧本吧，通常是这样子的：视频电话一通，那边呢坐着个穿着警服、正襟危坐的警官，背景墙上挂着警徽。甚至还有那种蓝底白字的公安局背景板。你好，我是某某公安局某某分局的，你的护照涉嫌洗钱，你的包裹里发现了违禁品。那留学生一看呢，哎呦喂，真警察呀，警号肩章都有吓得腿都软了，乖乖的把这钱转到了所谓的安全账户。你说这帮台湾骗子吧，是不是挺敬业的？为了骗同胞的钱，不远万里背着道具跑到澳洲去搭这个摄影棚，这叫什么精神？这叫为了搞钱不择手段的缺德精神当这个一切证据多部手机、大量现金、统一口径的剧本，还有那堆可笑的 cosplay 道具摆在桌面上的时候，这帮人的心理防线崩了呀。其中有一个家伙，那估计是平时在这个岛内是嚣张惯了，或者说是看多那种自由的新闻，突然情绪失控对着这个澳洲官员大喊大叫你们这是歧视！如果澳洲不欢迎我们，就把我们送回台湾，我要回家。你听这口气这不就是咱们老话说的滚刀肉吗？被抓了现行，不认错，还想耍无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大快人心。这移民部门直接下了通牒，这13个人除了4个还在那边死鸭子嘴硬被扣留过夜，这第二天也得自己灰溜溜走了。剩下的9个人直接取消签证，理由很简单，入境目的与签证不符。
你说是来旅游的，其实你是来打工的。不仅如此还附赠一个大礼包，3年内不得入境澳大利亚。然后呢，安排最近一趟航班，哪儿来的回哪儿去，遣返。哎，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刚落地，腿还没伸直，墨尔本的咖啡还没有喝上一口，直接被押上飞机。那一箱子的警服和警徽估计也被没收销毁了。这帮人吧，回到台湾会怎么样？按照台湾省的那个法律吧，大家都懂的，可能到这个机场呢，做个笔录，交点保释金，就回家吃卤肉饭去了。哎，没准过2天又换个地儿，去这个新西兰，去英国接着骗。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大陆老百姓一提到这个台湾诈骗犯就恨得牙痒痒的原因，犯罪成本太低了呀。这起事件绝对不是澳洲海关瞎猫碰上死耗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澳洲乃至全球的执法部门都已经把台湾诈骗团伙的特征给摸透了。以后这帮骗子再想成天这往外跑，难喽。澳洲这次是给全球海关打了个样其次呢，咱得说这个 cosplay 的借口，这帮骗子真是把咱们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呀。在海外冒充警察那是重罪，你拿着假警徽，在西方国家的法律里那就是伪造公文，意图欺诈。他们以为呢这是过家家呢，以为跟这个澳洲人说一句我是2次元就能蒙混过关。这说明这帮人不仅坏，而且蠢。他们对这个法律缺乏最起码的敬畏。那再往深了说，这个事儿透着一股子悲哀。你看这13个人看年纪也不大，有手有脚的，你干点什么不好非得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买卖。而且他们是专门盯着咱们中国人坑他们知道大陆老百姓相信警察，留学生怕警察，他们就利用这份信任和恐惧来填满自己的腰包。这帮弯弯的演技再好，道具再真，它也是假的。就像这一次在这个澳洲机场，那个小丑面具被撕下来之后，露出来的不过是一张张贪婪又惊慌的脸。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